林语堂曾说，自己永远是自己的主角，不要总在别人的戏剧里充当着配角。有缘人，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你自己。在听之前，有福气的人都会先点赞，这样他的福气也会越来越多。我希望你也是那个人。林语堂曾说，自己永远是自己的主角，不要总在别人的戏剧里充当着配角。如林语堂所说，我们在生活中当然不必为了所谓的主角位置而争抢，只要我们有坚持不沉沦，无论处在什么位置上，也可以是自己生活的主角。让我们先从主角这个故事说起。易招娣跟着在县剧团打鼓的舅舅胡三元进县城时，他才11岁。在进县城之前，易招娣他就嫌他的名太土，给他改名易青娥。到了县城剧团，想要像他舅那样正式成为演员，还需要经过考试。离考试的时间只有1个礼拜的时间，可易青娥一点表演基础都没有。于是胡三元请了剧团里的名演员胡彩香帮忙调教易青娥。胡彩香也算团里的台柱子，在她的指导下，易青娥的进步很快。再加上她天生一副好嗓子，考试那天一切顺利。尽管考进了剧团，可没人把易青娥这个农村娃放在眼里。但对易青娥来说，进入县剧团就已经足够了，哪怕演一辈子的配角她也不在乎。训练班开班后，易青娥就跟其他80名学员暂时搬到了县中学去。胡三元对她说，唱戏是苦差事，吃不了人下苦，就成不了人上人。易青娥不怕苦，但没想过这磨苦。他们每天早上5点起床，只有15分钟的洗脸时间，然后排队到河边开始喊嗓子。易青娥是女学员中年纪最小的，所以早上起床总是跟不上节奏，有好几次没来得及上厕所，还不敢说，实在憋不住就尿了裤子。夏天还好说，可冬天简直是活受罪。训练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如果不是胡三元闯祸，可能易青娥的人生也就这么平淡无奇了吧。胡三元虽然古艺很高，但生性耿直，不会隐忍，因此得罪了很多人，包括剧团的一把手黄主任。没过多久，胡三元在惹下一个大麻烦后就被警察带走了。因为这事，易青娥学习明显退步，就连过去总拿前3名的腿功、腰功等都落在了10名以后。易青娥刚要从舅舅蹲班防这事中缓过劲儿来，黄主任就开会动员，反对走后门。而易青娥作为胡三元的外甥女，就成了被清理的对象。经过胡彩香努力，剧团虽然同意易青娥留在剧团，但是要把她调到后厨烧菜做饭。知道这个消息的那一刻，易青娥有些绝望。刚到厨房的时候，易青娥还不适应。经过一段低迷时期后，易青娥重拾练习。她一有时间就在厨房的灶门口劈叉、下腰，甚至练表情。有一天，易青娥在灶门口练习她最喜欢做的朝天灯时，看大门的苟存中恰巧来换火众生炉子，看见他能把腿踢得这么老高，老狗竟然激动地叫了起来。苟存中在老戏红火的时候是个名角，他既能唱小旦、小花旦，也能演武旦、刀马旦。接着苟存中非要收易青娥当徒弟，易青娥原本以为苟存中收他做徒弟不过是为了到灶房换火中方便一些，可没想到老汉对此任真的不行，他每天都要到灶门口检查易青娥的练功情况。易青娥总是在生好火之后就先压腿，然后狠劲踢腿，踢完了又要练习拿大顶。原本他拿大顶的练习是10到15分钟，
自从苟存中给他当老师后，就要求他必须拿半个小时以上。同时苟存中还开始给易清娥排戏。在排戏过程中，苟存中告诉易清娥，一个演员的表演全靠双眼，眼神中要有光，眼神亮了，脸盘子就亮，所谓的角儿上台，不动都是戏，就是指的一双眼睛放了光芒。只有当眼神、棍儿和身体融为一体了，戏才有劲道。为了练出一双有光芒的眼睛，易清娥在苟老师的指点下，躲在灶门口偷偷练了1年多。易清娥还特意去街上的小卖部里买了火纸，然后在黑暗中点着，把光点移到哪里，眼睛就看向哪里。刚开始练习时，易清娥老流眼泪，甚至还害了红眼病。时间一长，她也就习惯了，镜子里的眼睛也越来越活泛有神。眼睛练成了，苟存中教的那折戏，易清娥也学得差不多了。于是苟存中请剧团的朱继如副主任来看。朱继如看过之后赞不绝口，他做梦都没想到，这年头还能看上一出这么好的秦腔老戏。戏虽好，但是想要登台公开演出，还要过黄主任这一关。然而黄主任在知道这件事情后，竟然开会说易清娥是炊事员，不能去排练场瞎搅和。黄主任的话就像一盆冷水，将易清娥和苟存中希望的小火苗浇灭了。尽管易清娥没有受到剧团的重视，可副团长朱继如却说，易清娥现在就是装在囊中的锥子，那件早晚都会露出来的，不要着急。朱继如的话果真没错，很快剧团下乡，易清娥跟着炊事班一起去了。下乡的第2天清晨，易清娥起得早，她便拿出花棍，到舞台前的平场子里耍起了棍花。结果不一会儿，就聚拢了好多人。易清娥一做动作，旁边就有人鼓掌喊好。这磨一个烧火的娃就能耍这样枪挑不入的棍花，当地管事的人看了就觉得了不起，当下就要剧团安排易清娥耍棍的戏。易清娥的努力没有白费，演出相当成功，易清娥也好好露了一回脸。演出圆满成功，大家都觉得这下易清娥一定会重新回到剧团当回演员。但是黄主任不发话，易清娥只能还得在灶房烧火。易清娥对此没有任何怨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除了烧火就是排戏。易清娥这边的排练也越来紧张，为了排戏，她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因为是武旦，动作少不了摔打。易清娥的腿脚有时候肿得厉害，可她还是咬牙忍着练习。有一次，她把练功的裤腿拉起来给其他同学看，易清娥腿上的瘀斑真是惨不忍睹。其实易清娥身上的伤远远不止这些，有时候身上会被道具枪戳伤。然后化了脓，她晚上回到房间，关上门，脱了练功服，用棉花一点一点沾着血水脓包。她偷偷买了碘酒和紫药水，把自己浑身都涂抹成了紫色。但是易清娥没有停歇过一天，也没有把伤痛告诉过任何人。俗话说，机会只会留给有准备的人。易清娥在无欲无求的排戏过程中迎来了一个好消息，黄主任要调走了。这对整个剧团来说都是好事，易清娥也能够回到剧团，光明正大的演戏了，并且演出大获全胜。剧团趁热打铁，开始排了好几折大戏，其中有一折戏需要主演会吹火。其实吹火的技艺已经没有几个人会了，但苟存中会。苟存中把吹火的技艺交给了易清娥。吹火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易清娥的第一次吹火就把自己的眉毛全烧了。尽管又苦又危险，
易清娥还是坚持学了下来。功夫不负有心人，易清娥在一次演出后一夜成名。易清娥成名后不久就被省城剧团挖走了。易清娥去省城的那年19岁，那天她把名字改成了易秦娥，算是跟过去告别，也是迎接新的未来。刚到省剧团的那段日子，易秦娥也遭受过排挤和种种艰难，但她还是凭借着自己的一股子拼劲儿成为了主角，而这主角她一演就演了40年。好了，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正如作者陈燕在后记中写道，要当主角，你就必须学会隐忍、受难、牺牲、奉献。同样，如果你想要成为自己生活的主角，也要做好吃苦、奉献的准备。只有拥有了坚韧的精神，你才能拥有想要的圆满。一个人就算天赋秉异，不去努力，到头也是荒废一生。一个天赋一般的人，如果足够坚毅、足够努力，他的成就也会非同小可。当然了，拼搏之后不一定有结果，但至少可以勤能捕捉。当然，奋斗的路上少不了异样的目光，要知道大地广博，有容纳山川的胸怀。大海浩瀚，有放任江河的广阔，我们人也要一样，拥有宽广的胸怀和努力向前的力量。同时，你要学会做自己。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无关好坏，无关对错，只是大家的频率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磁场，呈现了不同的状态，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所以，要允许别人做别人，也要允许自己做自己。懂得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既不执着改变别人，也不违心改变自己。王小波说，口沫飞溅，对别人大做价值评判，层次很低。人一旦真正了解自己，恐怕就没有勇气去评价别人了。了解自己的自私狭隘、矛盾分裂、身不由己，怎么还能对别人求全责备呢？一个有格局的人，能透过事物的表面看到本质，懂得理解和尊重他人的不同。在一辆火车上，有个醉汉喝得醉醺醺地冲撞了乘客，女孩问妈妈，他是坏人吗？妈妈说了一句，不，他只是不开心。这位妈妈想到了自己也曾经在挫折打击中脾气暴躁，伤害过身边的人，所以她才不会和这个醉汉计较，因为她知道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刻。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托尔斯泰说，了解一切就会原谅一切。境界高的人，对外见过更大的世面，对内有过很深的反省，所以他们从来不会轻易评价别人，更多的是温柔宽和。孔子说，勿义、勿避、勿固、勿我，意思是不要主观臆断，不要绝对肯定，不要固执己见，不要自以为是。做人最基本的分寸，就是不去干涉别人的生活，不多管闲事。我们不了解别人的过去，不知道人家经历了什么，就没资格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世上事，归根到底只有3种：老天的事、他人的事、自己的事。我们唯一有资格、有权利去管的，只有自己的事儿。每个人都有自己最舒服的生活方式，乳之蜜糖，彼之砒霜，没有什么对与错，只有自己愿不愿意。少操别人的心，管好自己的事，别人舒心，自己自在，何乐而不为呢？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所以人跟人是不能直接比较的。但很多人喜欢和别人比，而且无所不比，比成绩，比结果，比地位，比职称，比权势，比财富等等，不一而足。比来比去，乱了方寸，失了自信，
只感到深深的迷茫和焦虑。英国作家史密斯在《我们内心的坏东西》中记录了一位律师的故事。长期以来，这位律师深深执着于同别人对比，别人孩子的成绩比自己孩子的好，别人的物质条件比自己的优越，都会触动他敏感的神经。有一次，他跟一位老同学聚会，突然发现对方现在不仅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发量还比他多，这让他一下子就陷入了深深的失落和挫败。小时候明明我比他成绩好，怎么一转眼间他就超过了我，混得比我成功？甚至在觉得自己现在混得不如对方的同时，还暗暗怨恨起了世界不公。凭什么别人都能过上幸福滋润的生活，而我却过成这样？因为总是和别人对比，一直以来他都过得很不快乐。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中说，生活中的许多烦恼都源于我们盲目和别人攀比，而忘了享受自己的生活。苹果永远成不了橘子，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不同的水果。橘子带皮还分瓣，苹果永远做不到，但是苹果可以直接啃，不必剥皮，橘子就不行。所以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只要找到自己的天赋所在，明白自己的价值，努力成为自己，就是最大的成功。生活就是这么奇怪，往往不跟别人比的时候，你就赢了。庄子说，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一个人，全社会的人都称赞他，他却并不因此而更加勤勉；全社会的人都责难他，他也并不因此而更为沮丧。人生在世，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无需与别人比较人，也无需赢任何人。不随意评价别人，也不活在别人的评价里，安心做好自己，就是最大的修行。看过这样一则寓言故事，猪说，假如让我再活一次，我要做一头牛，工作虽累，但名声好。牛说，假如让我再活一次，我要做一头猪，吃了睡，睡了吃，什么活儿也不用干，活得赛过神仙。鹰说，假如让我再活一次，我要做一只鸡，渴了有水喝，饿了有米吃，有房住，还受人保护。鸡说，假如让我再活一次，我要做一只鹰，可以自由自在地翱翔天空，云游四海。你看，当你在羡慕别人的时候，其实别人也在羡慕你。人生后半场，每个人的节奏都不一样，有人春风得意，有人时运不济，有人享受平凡，也有人追名逐利。我们不可能和所有人都步调一致，允许自己做自己，允许别人做别人。少在他人心中修行自己，也不在自己心中强求他人。如此，所有你想要的都会在人生最合适的时间来到你身边。电影《狗13》里的少女李纨是个开朗倔强的女孩，和父亲、继母、弟弟、爷爷奶奶一大家人生活在一起。长辈看起来都很爱她，但是她并不开心。她不喜欢喝牛奶，一喝就吐，但是奶奶觉得牛奶有营养。上学前总要举着碗逼着她喝，她搪塞地喝几口，然后偷偷吐掉。她不喜欢狗，但是父亲为了关心她，送了她一只小狗。她被迫接受，然后跟小狗慢慢有了感情，狗却丢了。她明明喜欢物理，但是老师和家长都站在为她好多家角度，逼着她选了英语兴趣小组。她在无数次反抗中慢慢疲惫、绝望，开始变得懂事、配合，却失去了自我。我们都曾渴望自由和梦想，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却都要被迫接受成人世界的规则，活在别人的期待里。曾经的梦想，
渐渐遗失在风中，曾经的柔软，统统被岁月打磨成粗粝的茧。我们活得面目全非。心理学家卡伦·霍妮说过，无法成为我们自己，是一切绝望根源。深夜翻朋友圈的时候，看到一位好友吐槽，人到中年，终于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其实，在外人看来，他是家庭美满、事业有成的范本。但是，他和我说过，他是活成了别人眼中幸福的样子。大学时，他想学绘画，父母却替他选了好找工作的金融。工作时，他想留在大城市，父母却在家乡为他找好了稳定的工作。恋爱时，他自己谈的男友，父母觉得家庭背景不好，托人介绍了有前途的男孩。别人眼中的圆融无憾，在他看来是无限遗憾。因为不会说不，或者说了也没用，于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一步步妥协退让，活成了别人期待的模样。早上想和他聊几句的时候，他的那条朋友圈已经删除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不由己。心理学家罗杰斯说过，许多人试图通过取悦别人来形成自我，但我们会发现，别人的应该真的太多，别人的期盼真的太多，别人的标准真的太多，以至于完全没有自己的主张。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经历这样的不得已，因为害怕被孤立，所以努力去合群，不敢独来独往，即使那样会更舒服。因为担心别人失望，所以委曲求全，安慰自己吃亏是福。因为不愿承认自己能力有限，所以拼命硬扛，直到身体亮起红灯。往往因为担心太多，顾虑太多，所以不敢直面自己的内心，戴着面具生活，越来越不快乐。一个人最大的敌人，其实不来自于外界，而是自己。一个人成长过程，其实就是不断与自己做斗争的过程。当一个人战胜了自己，也就踏出了成就未来的第一步。畅销书作家李尚龙出生于军人家庭，在父母的期望中，他考取了军校。但是开学后，他发现自己的梦想与军校格格不入，一度陷入深深的痛苦。他常常问自己，一定要合群吗？一定要和别人一样吗？最后他决定，要变得与众不同，要变得不可替代。于是他不顾父母和周围人的反对，苦学英语，获得北京市英语演讲比赛第1名，随后退学，成为一名新东方英语培训老师。1年后，就做到新东方最受欢迎的老师。人人都以为他会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时候，他又华丽转身，成为畅销书作家。他曾说过，直到今天都很庆幸一次次选择离开，转变赛道，做不一样自己。当然，这其中必然有不为人知的艰辛。但是破茧才能成蝶，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胡适的父亲曾经自己编写过一部家训，开篇第一句就是为人之道，在率其性。顺着自己的心意去活，去努力，即使遍体鳞伤，最终只是个普通人，也心甘情愿，因为那是自己的选择。人这一生总有一些事，即使你拼尽全力，也依然无能为力。总有一些人，即使万般不舍，也无法留住。世事纷扰，几多艰辛，我们能做的是顺着自己内心，尽力做好。有句话说得好，人生其实只有一种成功，才是真正终极的成功，那就是拼尽全力做自己。五月天有句歌词，如果人类的脸
长的全都相同。那么你和人们的不同，就看你怎么活。当一个人内心强大，不再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就活出了人生的意义。同学陶子，研究生毕业后入职外资金融企业，从小白做起，35岁做到企业高管，在北京买了大房子，有了自己的幸福家庭。但是内部竞争激烈，以至于他直到38岁才敢要孩子。本打算生完孩子1个月就去上班，但是休完产假，他决定不再回去上班。他说厌倦了那重满世界飞，每天工作到深夜，夫妻俩连一起吃顿饭都没时间的生活，放弃几十万的年薪做全职主妇，身边人都为她可惜。丈夫也担心她会后悔，只有她自己特别笃定。我表达同样的担心时，她反过来安慰我，说自己在家这段时间想清楚了生活的意义。因为产假期间看一些育儿书籍，她多年前的作家梦又倏然惊醒，所以决定一边带娃一边写作。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她的第一本育儿书出版了。我惊讶于她的写作能力，她笑着说，无他，热爱而已。在电脑面前，自己能坦诚勇敢写出自己的观点，渡人也自渡。重要的是，这件事让自己活得自在随性，所以不知疲倦，越写越快乐。当一个人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全世界都会温柔以待。做自己，首先要保持真实。真实是魅力的源泉，是吸引力的基石。在人际交往中，我们往往更欣赏那些真实不做作的人。他们敢于展现自己的喜怒哀乐，不刻意迎合他人，也不随波逐流。这样的人如同磁铁般吸引着周围的人，因为他们的真实让人感到亲切和信任。就像电影《阿甘正传》中的阿甘，他智商不高，却凭借着真实和善良赢得了无数人的喜爱。他从不掩饰自己的情感，无论是对珍妮的深情，还是对巴布的友情，都让人感受到了他的真挚和坚定。正是这种真实，让阿甘成为了一个具有强烈吸引力的人。做自己意味着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不畏人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但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外界的压力和质疑而放弃。事实是，只有那些敢于坚持自己梦想的人，才能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吸引他人的目光。电影《当幸福来敲门》中的克里斯·加德纳，他身处困境，却从未放弃对幸福的追求。他坚信自己的投资眼光，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动摇。最终，他的坚持和勇气赢得了命运的眷顾，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种勇敢追求梦想的精神，让克里斯成为了一个令人敬佩的人。做自己，还要坚持自我，不受外界左右。在这个信息如此繁杂的时代，我们每天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诱惑和干扰。如果总是迎合他人的期望，追求流行的潮流，只会让自己很快迷失而失去自我。只有坚守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步伐。正如作家杨绛所说，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这段话深刻地告诉我们坚持自我的重要性。只有当我们不再受外界左右，才能真正活出自我，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做自己，
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停止成长。相反，真正的做自己是要不断挑战自我，提升自我。在这个知识快速更新的时代里，只有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拓展新视野，我们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成为更好的自己。就像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摔跤吧，爸爸》中的主人公马哈维亚·辛格·嘎一样，他为了让女儿实现摔跤梦想，不断挑战传统观念和社会偏见。他不仅自己学习摔跤技巧和经验传授给女儿，还鼓励他们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在这个过程中，马哈维亚和女儿们都不断成长和进步，最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种勇于挑战自我、不断成长的精神，让马哈维亚和女儿们都成为了具有吸引力的人。做自己，更要以善良为底色，传递正能量。善良是一种美好的品质，它能让我们的内心充满阳光和温暖。当我们用善良去对待他人，去关爱社会时，我们的吸引力也会随之增强。因为善良的行为会传递出积极的能量和正面的价值观，让周围的人感受到我们的美好和正能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安迪，他虽然身陷囹圄，却从未放弃希望和善良。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帮助狱友们改善生活，重获自由。他的善良行为不仅赢得了狱友们的尊重和感激，还让他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和美好。这种以善良为底色的精神，让安迪成为了一个具有强烈吸引力的人。正所谓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总之，你越做自己，就越有吸引力，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松下幸之助说，我们不必羡慕他人的才能，也不必悲叹自己的平庸。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找准适合的赛道，就有机会有所作为。演员朱一龙曾经有段时间非常痛苦，电影学院科班出身的他，是夜发斩雀，和其他同学相差甚远。大学毕业时，别的同学早已拿着剧本邀约奔赴片场，他还在为一份工作辗转奔波。好不容易有个面试的机会，生性腼腆的他却只能眼巴巴看着别人口若悬河，自己在一旁笨嘴拙舌。迷茫之际，一部小成本的数字电影找到了他。虽然片酬很低，但为了能继续拍戏，他还是一头扎了进去，一干就是4年。4年里，别的同学早已在圈中崭露头角，有的还拍摄了大制作的电影，只有他还在沉寂中苦苦挣扎。为了克服焦虑，他选择让自己沉浸到表演的世界里。每一个小角色，他都认真对待，每一个小表情，他都用心琢磨，就这样扎实而坚定地走着每一步。靠着不懈的努力钻研，他的演技日臻成熟。2022年，34岁的他凭借《人生大事》中的莫三妹，全票当选第35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日本小说家山本文绪说，比世人的目光还要可怕的，实际上是你自己那颗在意世人目光的心。因为在意，总想着做到尽善尽美。事实上，这世上的事，无论你怎么做，总有人会不满意。与其听从他人的主观评价，不如坚定做优秀的自己。2015年，在北京798爆出一则新闻，有位画家第一次举办画展，画作竟然卖出了130万。就连原本看不起他的艺术家，在看完他的画后，都惊呼他为中国的毕加索。他就是农民画家熊庆华。
熊庆华初中毕业，没有按照常规的生活方式外出打工挣钱，而是边务农边绘画。这与众不同的选择让他饱受争议。村里人认为他啃老，嘲笑他是个懒汉。初恋女友认为他没出息，评价他是个废物。时间长了，就连一向支持他的父母也有了怨言。孤立无援的熊庆华一度很消沉，但对绘画的痴迷让他下定决心，不管他人的评价，静心做自己。他主动屏蔽这一切，让自己进到绘画的世界里。他把内心的愤怒和委屈用绘画的形式宣泄出来，在不停挥动的画笔中，内心逐渐平静。10年的积累让熊庆华对自己的绘画技艺信心倍增，决定南下深圳闯出一条路。然而老板的那句他根本不会画画，让他好不容易积累的信念轰然坍塌。直到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的朋友把他的画作发布到各大网络平台。夸张的手法，戏谑而真实的生活，让他的画一下子受到了追捧，人们纷纷称赞他为艺术家。就连以前嘲讽他的邻居也以他为荣，眼中多了些崇敬。阿德勒说，成长不必背负他人的课题，不必迎合他人的评价。别人一句随口的夸赞就沾沾自喜，他人一句无心的指责就郁郁寡欢。与其让自己整天患得患失，不如无视它，保持内心的宁静，做回轻松的自己。毕竟幸福的定义从来不来自他人的评价，而是来自内心深处的满足。美国心理学家曾做过一个实验，2个不同情绪的人共处一室，不久后，积极乐观的人就被消极悲观的人影响，愁眉苦脸起来。这个实验证明，只需20分钟，情绪就会传染给他人。罗伯顿说，如果世界上有地狱的话，那就存在人们的心中。每个人都应该是自己情绪的主人，要想情绪脱敏，你需要就事论事，立刻行动。电视剧《理想之城》中的苏晓面对他人负面情绪时的冷静，让人印象深刻。苏晓本以为凭借完美的报价成功，可以在公司立足，没想到却因为工程无法完工，被老板一顿训斥，甚至让他立刻滚出公司。面对老板的愤怒指责，苏晓没有受其影响陷入情绪内耗，而是撇开这一切，采取行动挽救。他先用不会亏钱的坚决的态度消除了老板的顾虑，随后提出解决公司材料损耗太大的方案，让工程可以完工，让老板感到很意外。最后拿出新的中俄商贸协议，说明只要改变进口木材的方式，公司就能有高利润，让老板转怒为喜。在这一次职场危机中，苏晓用稳定的情绪、果断的行动来摆脱自身压力，最终顺利解决问题。生活中总有人因为压力而产生不良情绪，我们要有意识地抵御它的干扰，给自己的情绪加一道围墙，保持情绪定力，专注于事件本身，付出具体行动，培养强大的情绪力，才能使自己不立于危墙之下，安稳如山。丰子恺在《不宠无经过一生》说，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如此安好。人到中年，需要放下执念，坚韧从容。只有沉浸式做自己，才能自在安心过一生。保持节奏，不要慌张，梦想才会生根发芽。坚定信心，不要沮丧，成功才能如期而至。控制情绪，不要在乎，生活才能顺遂如意。冷静头脑，不要焦虑，余生才能从容坦荡。永远记住，别人的人生再幸福，也不属于你，
别人的人生再不堪，也与你无关。人到中年，很多人懊悔，莫能成为年少时最想成为的那个人，慨叹岁月弄人。其实，只要你愿意，一切都来得及。只是要有勇气开始，有毅力坚持。犹太人有一句俗语：倘若自己都不为自己活出自己的人生，那还有谁会为你自己而活？人生时短，不必把时间浪费在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上。事实是，每个人都很忙，也并没有谁真的会有多少心思去关注你，在意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有缘人，感谢你全部听完。请记住，你就是你自己的主角，勇敢做自己吧。期待你在评论区与大家分享你的感受，我会在评论里回复和鼓励你。订阅这个频道，让我们一起积蓄和传递能量，期待我们下次缘分的遇见。